这是一辆完全没有动力的木板车，下坡时可以借助惯性一路滑行，上坡便只能用绳子绑在路过的卡车上借力。但这台没有动力的木板车却是2位少年谋生的重要工具。这里是位于菲律宾的棉兰老岛，14岁的乔伯特和18岁的埃斯尼多合伙做了一门小生意。少年们居住在山顶的村庄，山顶没有自来水，村民们日常只能步行1个小时下来，在公共用水区洗澡洗衣服。送水工这一职业便由此诞生。乔伯特是村子里年纪最小的送水工，因为取水人多，他们经常需要等待许久，然后用塑料桶接上自来水。棉兰地处赤道县，天气炎热，少年从头到脚都是汗水，他舀起水往头上浇下，才能获得片刻的清凉。装满水的水桶重达20公斤，小年纪，双手已经能拎起40公斤重，30桶水重量600公斤。繁忙的车流中，汽车的尾气熏得2人眼睛火辣辣。负重的木板车，2人无法推上山顶，他们只能在半路拦截好心的卡车，希望能够顺带拉着他们的木板车上山。只要有减速的卡车，他们便会借机上去询问。司机同意后，将木板车用绳子绑在卡车上，这根细绳就是他们的生命线。速度完全由前面的卡车司机来把控，卡车开多快，他们的小板车便冲多快。到山顶后松开绳子，开始沿途兜售他的水，1桶水1比索。乔伯特已经这样卖水6年，8岁时就跟着父亲学会了驾驶木板车。小时候他非常不理解，同龄的孩子都在玩耍，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苦力？在上坡时，乔伯特要脱掉拖鞋推车，以免打滑摔跤。为顾客送水爬阶梯时，水桶显得更加沉重了。他曾经也埋怨过父亲，这对年幼的他有点太过严苛。今天上午送了3趟水，1趟35比索，总共赚了125比索，折合人民币16块，2人1人1半。他回去后会把钱交给妈妈，给全家人买食物。现在他开始明白父亲的苦心。在教会乔伯特开板车之后不久，父亲便离开了人世。现在他能凭借这项本领养活自己，甚至补贴家里。到了下午，乔伯特又变成一名普通的初中生。由于一上午已经耗光了体力，上课他已经力不从心，他还需要在这条熟悉的路上步行1个小时去到山脚的学校。乔伯特是一名初2学生，他对学习并不上心，就连上节课老师出的什么题都不记得，只能不停朝着同学的答案望去，甚至老师看到他的面孔都觉得很陌生，因为他经常缺课。今天考试，2位少年只得了5分，但他们都不以为然，他们觉得自己人生的路跟其他同学不一样。到了晚上，姐姐和弟弟早已饥肠辘辘，母亲也才忙完开始做饭。乔伯特此时也回来了，一条鱼是餐桌上唯一的配菜，但一家人都吃得很香。明天乔伯特还要去送水，不打算去上学，他想以后去参军，送水能帮他锻炼力量，但母亲却很担心，她想让儿子去上学，不想让他每天那么危险的去工作。到了睡觉的时候，乔伯特却没有留在家。母亲知道儿子经常夜不归宿，不是在朋友家里留宿，就是睡在木板车上。丈夫去世8年，家里的老房子已经破烂不堪，或许是这样的环境睡得并不舒适，又或许是这里会让乔伯特总想起父亲。他也从未敢问过儿子原因。母亲平日里会在亲戚的菜地里摘些蔬菜，带到山下市场里去卖，一无所有的他只能以此来赚些钱养活孩子们。今天比较幸运，所有的菜都卖掉了，总共500比索，但这却远远不够负担孩子们的学费和生活费。这也是他虽然担心送水的儿子，却又不能坚定阻止儿子的原因。16岁的姐姐查琳负责帮母亲做家务，对于父亲的记忆，她更加清晰一些。每当想起父亲病重的样子，她只能一个人偷偷落泪。驾驶木板车下坡非常危险，曾经就有人翻下悬崖，但这条路上有他们的生活费和学费，他们只能勇往直前。装好水后，天上突然下起了雨，这更增加了送水的风险。但相对的，下雨天也更容易赚钱，因为有很多送水工下雨天选择休息，乔伯特就可以卖出更多的水，一天能卖出平日里2倍的钱，代价是肌肉会更酸痛。正准备下山继续装水时，木板车却出了故障，用轮胎制作的刹车坏掉了。他们来到埃斯尼多家中修理，埃斯尼多的父亲擅长修理，乔伯特很羡慕伙伴能有父亲帮忙，跟父亲一起干活是什么样的感觉。这样的记忆已经太久远，远到他已经记不清，他更习惯一个人干活。埃斯尼多的父亲也很心疼这个小男孩，他懂事的让人心疼。乔伯特印象中父亲的样子已经模糊，他只记得父亲经常带着他一起放牛。谈起在外留宿的问题，乔伯特也觉得很对不起母亲，他只是想锻炼独立的能力。现在的他才14岁，他想快快长大，这是失去父亲少年最急切的愿望。只有和伙伴们在一起时，乔伯特才表现得跟同龄人一样。
他可以释放自己的压力。虽然父亲不在了，母亲和姐姐弟弟还在，他便觉得自己的人生也没有那么不幸。第二天，乔伯特下定了决心，他来到山脚想买些竹子，用来修好坏掉已久的地板。虽然从未做过这件事，但他在脑海里已经排练了无数次。6年来给别人送了无数次的水，这还是第一次运送自己的物品。回到家，弟弟也出来帮忙，高兴的好像是要修新房子一样。兄弟俩先将竹子表皮刮掉。14岁的年纪，已经能担起父亲一样的责任。他可以像父亲一样教弟弟将竹子劈成一根根竹片，然后钉在破损的地板上。母亲回来时见到这一幕，惊讶得合不拢嘴。如果父亲还在的话，看到这一幕大概也会非常欣慰。地板修好了，母亲为儿子感到非常自豪。乔伯特沉沉地睡了过去，大概正在梦里跟父亲炫耀着自己修好的地板。这天晚上，母亲走了1个小时来到山下，儿子总是光脚在地上推车。他想给儿子买一双运动鞋，鞋子很合脚，穿上也很舒服。这是承载着母亲关心的鞋子。母子俩从未感觉关系如此融洽过。这条艰难的道路，虽然不知道还要走上多少趟，但少年却不再觉得辛苦，他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。